大唐贞观年间，在今天的山西河津，一个没落的将门之后正挥汗如雨地耕作于田亩之间。他叫薛仁贵，其先祖薛安都曾是北魏时期的征南大将军，威震一方。然而11世纪传到薛仁贵这一代，家族早已荣光不再，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迫使他只能以务农维持生计。命运的巨轮在隋末乱世的废墟上碾过，迎来了大唐的崛起，而薛仁贵的人生轨迹也即将与这个蒸蒸日上的帝国紧紧绑定。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大唐边疆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更不会料到白袍将军的身影会在1000年之后依然鲜活于历史的记忆之中。正是这位从田间走出的英雄，用弓马与胆识书写了一段从平民到名将的传奇，在历史中留下了清晰而厚重的印记。而他的崛起恰与唐初军功授爵的制度变革相契合。贞观至永徽年间，大唐打破门阀垄断，平民可凭战功晋升。薛仁贵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正是这一时代特质的生动写照。薛仁贵生于隋大业10年，即公元614年，正值隋末乱世，群雄并起。河东薛氏本是北方望族，其先祖薛安都在北魏时期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官至征南大将军、徐州刺史。然而到了薛仁贵这一代，家族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他早年生活贫寒，以种田为生，但困顿的生活并未消磨他的意志，反而磨练了他的筋骨与心性。据说他自幼习武，弓马娴熟，一身武艺在乡邻间早已小有名气，只是缺少一个施展的舞台。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公元644年。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征高句丽，大唐上下掀起了一股从军热潮。薛仁贵的妻子柳氏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女子，她看出这是丈夫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于是劝说道：夫君有一身武艺，何不趁此机会从军立功，图个功名自显？若总是守着田亩，又怎能施展抱负？这番话点醒了薛仁贵，他毅然告别家人，应募从军，被编入征东大军之中，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薛仁贵从军后，柳氏在故乡操持家事，抚养子女，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后来其子薛讷，即民间传说中薛丁山的原型，也成长为大唐名将，镇守边疆数十年。柳氏的教子之功虽未入正史，却在家族传承中留下印记。公元645年，唐军抵达辽东战场，安地之战成为薛仁贵的亮相之战。当时唐军郎将刘军琼被高句丽军队围困，眼看就要丧命，薛仁贵见状，单骑冲入敌阵，于万军之中斩杀一名高句丽将领，将其首级悬于马鞍之上。敌军见状大惊失色，阵型大乱，刘军琼之为遂解。这一战，薛仁贵初露锋芒，让军中上下对这位新人刮目相看。真正让薛仁贵一战成名的是随后的安史之战。当时高句丽集结了15万大军前来救援安史城，唐军与敌军在城外展开激战。就在两军对峙，唐军将士们严阵以待之际，一骑白马，一道白色身影猛然冲出唐军阵前，直插敌阵。他身着一袭白袍，手中长戟寒光闪烁，在漫天飞扬的尘土和冰冷的风中显得格外醒目。他大声呐喊，如同天神下凡，声音穿透了战场的喧嚣，直达每一个将士的心底。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正是薛仁贵，他单枪匹马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高句丽的士兵们被他的气势所慑，纷纷避让，甚至还来不及反应，便被他手中的长戟挑落马下。他作为全军先锋，以一往无前的气势硬生生地撕裂了敌军的阵型。有了薛仁贵的白袍突袭，唐军士气大振，将士们如同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怒吼着冲向敌阵。高句丽援军在薛仁贵的冲击下阵型大乱，又在唐军的合围下彻底崩溃。这一战，高句丽军大败，唐军俘获高句丽将领高延寿、高惠贞等人，斩首2万余级，堆积如金棺。战后，太宗皇帝召见薛仁贵，龙颜大悦地对他说：“吾不喜得辽东，喜得清也。”言下之意，区区一个辽东，哪比得上你薛仁贵这等绝世猛将？皇帝的这番话，无疑是对薛仁贵最高的赞誉。此言不仅是对其勇武的欣赏，更透露出唐太宗作为一代雄主的深远考量。他麾下的凌烟阁功臣已渐老去，帝国未来的边疆需要新的、更具冲击力的年轻将星来守护。一个布衣子弟，凭借一场战斗的勇武和气魄，便得到了天子的如此青睐。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华丽的转身，也是他白袍战神传奇的序章。薛仁贵的勇武不仅在于冲锋陷阵，更以神射闻名。史载他曾在太宗面前试射，一箭穿透5层铠甲，皇帝惊叹不已，特意赏赐坚甲。这为他日后3箭定天山的传奇埋下了伏笔，也揭开了白袍战神传奇的序章。唐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继位，薛仁贵继续留在禁军之中。公元654年闰5月初3夜，唐高宗在万年宫避暑时突遇山洪。当时唐高宗在宫寝熟睡，洪水已逼近宫门，薛仁贵登楼厉声呼号，高宗被惊醒后仓促转移至高处，才得以脱险。事后高宗得知是薛仁贵冒死示警，感动不已，对他更加信任。他特意召见薛仁贵，说道：“如果不是你，朕恐怕已经葬身洪水之中了。”为了表彰他的救驾之功，高宗赏赐了他1匹御马。这次事件不仅让薛仁贵与高宗之间建立了更深的君臣情谊，更让他的忠勇之名传遍朝野。从此，高宗对他委以重任，薛仁贵也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黄金时期。公元657年，薛仁贵随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明镇征讨高句丽，开启了他在辽东战场的又一段征程。在贵端城之战中，薛仁贵身先士卒，率军攻破城池，斩首3000级，缴获大量粮草辎重。公元658年，他再次随程明镇出征，在衡山与高句丽军队展开激战。战斗中，薛仁贵单骑突阵，手中长弓不停发射，所射皆应弦仆，敌军无人敢挡。唐军趁势猛攻，大败高句丽军。公元659年，薛仁贵与辛文礼率军进攻高句丽的石城。此战中，高句丽有一位善射的将领，连续射杀唐军10余人，让唐军士气大挫。薛仁贵见状，怒不可遏，亲自冲锋陷阵，直扑那位敌将。敌将见状，连忙搭箭射向薛仁贵，却被薛仁贵侧身躲过。随后，薛仁贵策马追上，将其生擒活捉。敌军见主将被擒，顿时溃散，石城遂被唐军攻克。从万年宫救驾到辽东草原战场，薛仁贵用自己的勇武与忠诚赢得了唐高宗的信任，也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军功与声望。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白袍小将，而是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这为他日后承担更重要的军事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660年，
西族首领阿卜固勾结其他部落反叛大唐，侵犯边疆。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主将，率军征讨。在黑山之战中，薛仁贵率军击溃西族军队，生擒阿卜固及其部落首领数十人。此战之后，薛仁贵因功被拜为左武卫将军，封河东县男，正式成为大唐边疆的重要将领。公元662年，北方的9姓铁勒部落反叛大唐，他们聚集了10余万大军，侵犯天山一带。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副将，率军前往征讨。9姓铁勒得知唐军来伐，派了数十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前来挑战，想给唐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派出3名最勇猛的骑兵，手持兵器，怒吼着向薛仁贵冲去。这3名铁勒骑兵身披金甲，骑术精湛，是草原上著名的勇士。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战神薛仁贵。薛仁贵弯弓搭箭，一箭射出，精准地命中第1名骑兵的咽喉，那人应声落马，血溅当场。接着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射出第2箭，正中第2名骑兵的心脏，那人惨叫一声，栽倒在地。第3名骑兵见状大惊，还未及调转马头，薛仁贵的第3箭已呼啸而至，洞穿了他的头颅。3箭，3名敌将全部毙命。整个战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10万铁勒大军鸦雀无声。他们的勇士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箭术面前，被1人3箭干净利落地解决。薛仁贵这3箭彻底摧垮了铁勒联军的斗志，其余人纷纷下马投降。其后薛仁贵挥军进击，生擒了铁勒首领叶虎兄弟3人而还。这种以精准箭术震慑敌军的战术，在冷兵器时代堪称心理战的典范，无需大规模厮杀，仅凭个人勇武便瓦解10万大军的抵抗意志，成为后世兵家称道的经典案例。薛仁贵3箭定天山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军营，士兵们还编了歌谣传唱：将军3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然而薛仁贵与主帅郑仁泰未绝后患，共同下令坑杀铁勒降卒。此举虽震慑了敌人，却也留下了杀降施恩的恶名，为他招来许多非议。当时有官员弹劾他杀降施恩，而且在征讨过程中，他还曾纳铁勒部落的女子为妾，劫掠了不少财物。唐高宗得知后，起初十分恼怒，但考虑到薛仁贵平定铁勒的大功，最终还是赦免了他的罪过。这一事件也反映出薛仁贵性格中的复杂面，他既有战场上的果决勇猛，也有对敌人的猜忌与狠辣，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也未能完全摆脱人性的欲望。平定铁勒之后，薛仁贵奉命镇守北疆，他的威名让铁勒部落不敢再轻易南下，北疆边境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而3箭定天山的传奇，则成为薛仁贵军事生涯中最耀眼的标签之一，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公元666年，高句丽内部发生内乱，全南生、全南建、全南产卫争夺权力，互相攻伐。全南生不敌，派人向大唐求援。唐高宗认为这是平定高句丽的绝佳机会，于是任命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副将，率军出征高句丽。薛仁贵率军从辽东出发，一路势如破竹。他首先进攻高句丽的南苏城，面对坚固的城池和守军的顽强抵抗，薛仁贵身先士卒，率军攀城而上，最终攻破南苏城，斩首数千级。随后他又率军攻克木底城、苍岩城，与全南生的军队会师。
在攻打扶余城时，薛仁贵再次展现了惊人的军事才能。当时他手下只有数千士兵，而扶余城及其周边有高句丽军数万人。诸将都认为兵力不足，主张等待援军，但薛仁贵却认为兵不在多，在主将善用耳。他亲率精锐骑兵，趁敌军不备发动突袭。《旧唐书》记载此战仁贵身先士卒，攻拔其城，斩获万余级，遂拔扶余城。扶余城被攻克后，其周边40余城的高句丽守军见唐军势大，纷纷望风而降。公元668年，薛仁贵与李继的大军在平壤城下会师，对高句丽的都城发起猛攻。平壤城破后，高句丽王高臧投降，存在了700余年的高句丽政权宣告灭亡。唐高宗下令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管辖9都督府、42州、100县，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留守平壤。高句丽的灭亡终结了东北亚持续数百年的割据局面，而薛仁贵镇守安东都护府的举措，不仅巩固了大唐对辽东的统治，更推动了中原文化与东北边疆的融合，为后世东北纳入中原版图奠定了基础。在担任安东都护期间，薛仁贵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才能，成功实现了从军事征服到政治安抚的角色转变。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他整顿行政架构，大胆启用合作的高句丽贵族，以高丽人治高丽稳定上层。在经济上，他减免赋税，招抚流亡，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迅速恢复生产。在治安上，他对顽固的盗贼匪患予以坚决打击，维护社会秩序。在他的治理下，高句丽故地的人心逐渐安定，大唐的东北边疆得到了切实的巩固。灭高句丽之战是薛仁贵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此战不仅让他的战功达到了顶峰，也让他从单纯的军事将领成长为军政双全的边疆重臣。他因功被封为平阳郡公，10亿3000户，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正当薛仁贵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一场惨败却悄然降临，这便是大飞川之战。公元670年，吐蕃大举入侵西域，攻陷了西域18州，还联合于田等国攻占了龟兹的波幻城，安西4镇全部失守。与此同时，吐蕃还出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王洛河波率部众逃往凉州，向大唐求援。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罗嗦道行军大总管，郭代峰为副将，率军7万征讨吐蕃，护送吐谷浑王回青海故地。郭代峰是名将郭孝恪之子，出身将门，自恃功高，对薛仁贵心怀不服，这为后来的惨败埋下了隐患。唐军抵达大飞川后，薛仁贵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形势道：吐蕃军远道而来，士气正盛，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应该速战速决，首先攻占乌海城，作为前进的据点。大飞岭地势平坦，可以设置栅栏，存放粮草辎重，留一部分兵力守卫，主力则轻装前进，突袭乌海城。他命令郭代峰率领2万士兵留守大飞岭，保护粮草辎重，自己则亲率主力向乌海城进发。薛仁贵率领主力部队一路急行，在河口与吐蕃军遭遇，唐军奋勇作战，大败吐蕃军，斩获数千级，乘胜攻占了乌海城。然而，就在薛仁贵等待粮草辎重到来，准备继续进军之时，却传来了坏消息。郭代峰违抗军令，没有留守大飞岭，而是率领粮草辎重缓慢前进，结果在途中遭到吐蕃20万大军的袭击，
粮草辎重全部被缴获，粮草被劫，唐军顿时陷入困境。薛仁贵被迫率军从乌海城撤退，回到大飞川。吐蕃大将论亲临率领40万大军随后赶到，将唐军包围。唐军失去了粮草补给，士兵饥疲交加，战斗力大幅下降。薛仁贵虽然率军奋勇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唐军损失惨重，几近覆没。无奈之下，薛仁贵只好与论亲临议和，才得以率领残部退回大唐。尽管失败的直接责任在于违令的郭代峰，但作为主帅的薛仁贵未能有效协调诸将，确保军令畅通，且对高原作战的特殊性和吐蕃新兴军力的强大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这场战略性的惨败，也因此承担了主要责任。大飞川之战是薛仁贵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此战不仅让大唐失去了对吐谷浑的控制，也让薛仁贵的声望一落千丈。战后，唐高宗追究战败责任，薛仁贵被汲取所有官职，贬为平民。这位曾经的战神一夜之间跌落凡尘，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被贬为平民的薛仁贵并未就此消沉，他在故乡度过了几年平淡的生活。然而，大唐的边疆并未平静，不久之后，他再次被朝廷想起。公元674年，高句丽余部叛乱，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吉林道总管，率军前往平叛。薛仁贵不负众望，很快平定了叛乱，但在次年，薛仁贵因与继任的安东都护贾延忠相互告发对方有不法之事，最终朝廷裁定薛仁贵有罪，将其流放至象州。在象州的流放生活中，薛仁贵饱尝了艰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在当地关心百姓疾苦，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公元681年，唐高宗念及薛仁贵过去的赫赫战功，以及他在边疆的重要作用，下旨将他召回长安，任命为瓜州长史。不久之后，又提拔他为右领军卫将军，减教代州都督，让他再次镇守北疆。此时的薛仁贵已经是一位年近70的老将，但他的勇武与威名依然不减当年。公元682年，突厥阿史那古多禄可汗率军侵犯云州，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行军总管，率军迎击。突厥军队得知唐军的主将是薛仁贵，都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听说薛仁贵早已被贬死，于是派使者前来打探。薛仁贵亲自出阵，摘下头盔，露出面容。突厥使者看到果然是薛仁贵，大惊失色，连忙回报。突厥士兵得知薛仁贵尚在人世，且亲自率军前来，顿时士气低落。此时的薛仁贵已近70，鬓发染霜，但当他摘下头盔的那一刻，40年前安史城下的白袍冲锋，天山三剑的神威仿佛重现。这场胜利既是对突厥的震慑，更是他对大飞川之败的自我救赎。薛仁贵率军趁势追击，大败突厥军，斩首1万余级，俘虏2万余人，缴获驼马牛羊3万余头。云州大捷不仅巩固了大唐的北疆边防，也让薛仁贵的威名再次响彻边疆，为他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公元683年，薛仁贵病逝于雁门关，享年70岁。唐高宗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赐给东原秘器，让他的灵柩归葬故乡龙门。这位从田间走出的名将，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薛仁贵的一生是大唐前期扩张时代最典型的写照。
他凭借一身超群武艺和过人胆识，抓住了太宗征辽的历史机遇，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他的辉煌战功是天可汗体系下大唐军事荣耀的极致体现，而他晚年的挫折也预示着帝国在边疆经营上将面临来自吐蕃等的巨大挑战。他的个人命运与帝国的盛衰起伏同频共振，他从平民到名将的奋斗历程，历经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参与了贞观、永徽、显庆、总章等年间的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为大唐开拓疆土、巩固边防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3件定天山大败高句丽、云州大捷等战绩成为大唐军事史上的经典篇章，而他在安东都护任上的治理举措则展现了他军政双全的才能。当然，薛仁贵的一生也并非完美无缺，他坑杀铁勒降族，留下了杀降施恩的争议，他那铁勒女子为妾，劫掠财物，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他在大飞川之战中因副将掣肘而惨败，也反映出他在协调人际关系和掌控全局方面的不足。但正是这些优点与缺点并存，才让薛仁贵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从正史记载到民间传说，薛仁贵的故事被不断传颂。他的白袍将军形象成为了勇武忠诚的象征，他从平民到名将的奋斗历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他的事迹被郑重记载，成为后世研究唐初军事史、边疆史的重要资料。在民间话本、戏曲、小说中，他的故事被不断演绎，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元代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明清小说《薛仁贵征东》，将其神化为白袍战神，虽多有虚构，却让寒门逆袭的精神符号深入人心，至今仍是中国民间文化中忠勇励志的经典形象。薛仁贵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却依然影响着后人。他身上所体现的忠勇、坚韧、进取的品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他的命运，只要有才能、有胆识、有担当，就一定能够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正如他当年告别田亩从军时所追求的那样，他最终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图功名以自显的目标，也为大唐盛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